还不知自己在别人心里已然成了公公的清衡君微笑道：魏公子再明理不过。金光善给金子轩使脸色，金子轩连忙上前认错。清衡君看着两个闹腾的孩子，也是喜欢得很。蓝氏子弟基本一个样，看不出个花来，往往每年听学之时，云深不知处才热热闹闹，有了点人气儿。又想起当年藏色散人带着小魏婴来云深时的闹剧，不禁摇摇头。蓝启仁见状，问道：兄长？清衡君道：无事，只是想起魏公子小时也是来过云深不知处的。蓝启仁忆记起那个自己被晾了一下午的日子，黑了脸。清衡君说起当年趣事，当年魏公子贪玩掉进河里，湿了衣裳，去阿占房里换。阿占回来恰巧看到，抢着要负责呢。这是那婚约的来历。魏无羡悄悄拉着旁边那人的手，饶有兴致地听着。清衡君道：阿占抱着魏公子不放，我与藏色散人为安慰他，便拟了封订婚书与他，阿占这才放了魏公子。还有这等狗血之事？蓝启仁听得脸色越来越黑。兄长，此事不妥。清衡君道：当初不过是为安慰阿占的玩笑罢了，不作数的。婚约是假的，这消息对于正处于热恋期的小两口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魏无羡心中首先闪过这个想法，玩我呢？不行，非蓝湛不可，婚约是假的也不行。金子轩则猛瞧那故事中心二人，不曾想过还有这么一出。金光善与江丰年则是当成笑话听了，没当真。魏无羡脑中一片浆糊，没了婚约，二人未来该如何，尚没有着落。蓝忘机那边脸色更差，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蓝二公子摆上台面来的不高兴。第二个想法蹦到魏无羡面前：我都把自己打包送蓝湛床上去了，现在告诉我俩，你们当初闹着玩呢？而后魏无羡便见这一屋子的人都盯着自己，他此时正烦着呢，于是他道：看我作甚？看着众人一脸吃惊的表情，魏无羡感觉有些不妙。江丰年首先回过神来，一张脸上从未有过的严肃，他道：阿英，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重复什么？魏无羡愣愣的扭头看蓝忘机。我方才说话了。蓝忘机僵着脖子，勉强动了动，点了点头。看来我是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魏无羡颔首，仔细想着自己前一刻到底想了什么。我想了，非蓝湛不可。还有，我都把自己打包送蓝湛床上去了，现在告诉我俩，你们当初闹着玩呢？江澄原本想去看看魏无羡，到了门生指给他的地方一瞧，空空如也。拉了附近的蓝氏门生来问，才知晓二人已经被领去长辈那里。江澄又问了方向，到了生谢，便往那边去。甫到门口，便瞧见整个屋子的人都在盯魏无羡，无一人说话，严肃无比。江澄刚迈进屋子里的那只脚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非常尴尬地立在那里。许久过去，依旧没人说话。江澄姿势选得不对，他是个好面子的人，即便如今姿势尴尬，也要保持表面上的镇定。没一会他的脚变麻了，如今要换动作更大，江澄咬牙挺着，忽地脚一崴，往前倒去。他前方是魏无羡。阿成，阿英。江丰年见状不妙，忙上前来接二人。中途魏无羡被蓝忘机拉走，他只接到了江澄。江丰年问道：阿成？江澄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礼，感觉有点丢脸，他不好意思道：无事，脚麻了。出了这么一遭事，平静被彻底打破。江丰年见江澄无事，转头往旁边看，魏无羡还在走神，一手被蓝忘机拉着，才免遭江澄一压。蓝忘机紧抿着唇，将人拉过来了，却依旧未松手。在场的几个长辈，除了蓝启仁以外，可都是成过亲、生过娃的，俩人都这样了，还不明显吗？再看不出来，娃就白生了。魏无羡唇抖了抖，张口道：江叔叔，蓝宗主，我就差不多是你们听到的意思吧。江澄不明所以，被一行人云里雾里搞了这么久，也不耐烦了。他道：什么他们听到的意思？听到什么了？你们怎么了？魏无羡，你把话再给我说一遍。众人一片沉默。魏无羡连连摇头，那句话可再不能说出来了。
渐渐的，屋内其他人也慢慢回神。蓝启仁的脸色黑得可怕，气的不光是魏无羡招惹他的贤侄，还有蓝忘机竟也跟着魏无羡胡来，更有他自己。以前不知道，还看不出来什么，现在一想想，当初多次罚魏无羡去藏书阁抄书，还命蓝忘机看守，这不是自己把蓝忘机往火坑里推吗？越想越气，蓝启仁怒道：忘机，到这边来。蓝忘机晃了晃，又稳住了。蓝启仁道：忘机。青衡君唤他：启仁，兄长，忘机他。此事我想先听听忘机的想法。青衡君打断他。蓝忘机抬眼看着青衡君，又转头去看魏无羡。魏无羡感受到蓝忘机的目光，回头朝他眨了眨左眼，被他攥住的指尖弯曲，轻轻挠着。江澄和金子轩难得同步的打了个冷战。蓝忘机又掉头看着青衡君，郑重的说道：父亲，忘机与魏婴两情相悦。长辈们一副了然的样子。江澄深觉此时的自己融不进这个看似和谐的群体之中，让他有种被抛弃的错觉。于是他反常的对似乎同他一样尴尬的金子轩笑道：哈哈，你听见了吗？蓝忘机说他和魏无羡两情相悦，我没听错吧？金子轩道：是啊。江澄继续笑着：你没听错。江澄愣住了，众人都未理会此时状态之外的江澄与金子轩。青衡君沉默半晌，强迫自己把这件事快速消化，接着问道：忘机，可以与我说说为何会如此吗？蓝忘机听话道：那纸订婚书，忘机这些年存得很好，也一直坚信忘机有一位名叫魏婴的未婚对象。接下来还用得着再解释吗？一直以为自己有未婚妻的蓝忘机见到魏无羡以后，自然将他当未过门的妻子对待，估摸着魏无羡也被那订婚书迷了眼。一来二去，两人暗生情愫，再加上有一纸婚约在中间，可不就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吗？不过江丰年道：等等，阿英，你的意思是你二人已经……两人低头。蓝忘机还好，只有耳朵红了半边，倒是魏无羡那边，饶是他为某人脸皮再厚，也经不住被一堆人，其中大部分还是长辈问起房中私事，从脸到脖子根儿都红了个通透。蓝启仁脸色能与锅底媲美，江丰年的也好不到哪去。青衡君与蓝曦臣尚能维持表面上的镇定，金光善看戏多时，那感觉简直是津津有味。连金子轩都是一副了然的嫌弃，唯有江澄。江澄不明所以：魏无羡，你做什么脸红的那么恶心？魏无羡瞪他：江澄，你闭嘴！你……江丰年道：阿成，先别说了，爹，此事回去再详细说与你。说给江澄，还详细？魏无羡捂着脸，心道：完了完了，江澄知道就代表整个莲花坞都知道了，这一下可真算是丢脸丢到家了。一想到平日里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跑的那群师弟们追问自己在云深不知处干过的蠢事，魏无羡就想自裁示众，以表清白。什么清白？清白早不在了。思索片刻，江丰年道：青衡君，听阿英的意思，似乎是他比较吃亏。蓝启仁已经气到发抖了，他道：什么叫魏婴吃亏？他能吃什么亏？要吃亏也是忘机吃亏。江丰年汗颜道：蓝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蓝启仁怒道：那你是什么意思？江丰年求助地望向青衡君。青衡君摇摇头，无奈道：启仁，你先冷静一下，听江宗主与忘机他二人说。兄长的话不能不听。蓝启仁轻哼一声，不再纠缠。趁此机会，蓝忘机道：此事确实是魏婴吃亏，忘机会对魏婴负责。魏无羡也未能理解到他们口中吃亏之意，只道：我是自愿的。什么叫我比较吃亏？蓝宗主、江叔叔，你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蓝湛身上。蓝启仁以外的众长辈们内心确定了此事吃亏者却为魏无羡。原本那婚约只是一玩笑，如今双方都有了关系，即便二人皆为男子，也再不能当玩笑处置了。江丰年心中感慨，此番来云深不知处，解了江厌离的婚约，
原本想着孩子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在身边多陪几年，谁想又陪出去一个魏无羡。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清衡君命蓝忘机回敬室拿了当年那纸订婚书，细细翻看，做得确实巧妙，上面还盖着当年藏色散人从他那顺来的宗主印。